天启新一代4大守护命运最为坎坷的莫过于玄武使，因为他先后有2个人担任，一个是唐莲，一个是唐泽。而其他3大守护青龙使雷无节、朱雀使司空千落、白虎使积雪都陪萧瑟走到了最后，而萧瑟的大师兄唐莲却没有。萧瑟回天启，他在路上为了拦住暗河死了，尸体被唐门人接走了。唐莲为萧瑟而牺牲，萧瑟很难过，甚至还在天启千金台大摆宴席为他大师兄办丧。而其实唐莲并没有死，他只是九死一生。后来一切结束之后，萧瑟、雷无节、司空千落等一行人聚在雷无节和萧瑟第一次见面的雪落山庄的时候，唐莲也出现了，他被救活了。而唐莲被暗河重伤之后，唐泽则替代唐莲成为了新的玄武使。后来萧瑟和洛青阳决战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萧瑟，4大守护第一次合体，而唐泽则手拿玄武令，站在了玄武的位置上。相比其他3大守护，青龙使雷无节出身雷家堡，父亲是柱国将军雷梦沙，母亲是青龙使李新月，老爷是剑心种掌门李素王，姐姐是雪月城雪月剑仙，也是雪月城2城主李寒衣。他的亲人随随便便拎一个出来，都在江湖上响当当。朱雀使司空千落是雪月城3城主枪仙司空长风的女儿，剑仙、刀仙有很多，但是枪仙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司空长风。白虎使是白小堂堂主，武学1品4境的评定者。原玄武使唐莲是唐门唐灵月的大弟子，也是雪落城大城主百里东君的大弟子，身怀2位师傅绝技，在江湖上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唐泽算是名不经传的一个人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背景，甚至在江湖上没有名声的他，却2次为唐门立下大功，并且还顶替唐莲成为新的玄武使。唐泽第一次出场是在雷家堡，当时唐老太爷死了，暗河看覆灭不了雷家堡，也灭不了萧瑟，跑了。雷家的人准备要找唐门剩下来的人算账，他站出来了。那少年走到了唐老太爷的尸身边，眼神中流露出一股忧伤，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转身答道：在下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来赴宴，替老太爷赶车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这个16、17岁的少年看到唐门打架落于下风的时候，就又偷偷在雷家堡下了1次毒，然后摆出一排药瓶，以雷家堡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性命为筹码，想要与雷家堡人谈一桩交易。起先雷云鹤不受威胁，说可以抢解药，但是唐泽却说前面的药瓶有解药也有毒药，用毒高手温家没有时间为几百人配解药，而他就算抢走了那些药瓶，也没有时间一瓶一瓶的去筛选哪瓶是解药，哪瓶是毒药。最终雷云鹤不得不重新审视面前的这位少年。雷云鹤让他说出自己的条件，他说：1要放他们唐门的人走，2要对外宣布此次的事情与唐门并没有关系，是暗河所为，是暗河潜入英雄宴，要下毒谋害天下英雄。唐门、温家和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暗河，唐老太爷是战死的。这样无耻的条件给雷家堡人气得够呛，只骂他厚颜无耻，但是他没有退让，最终让雷云鹤答应了他无理的条件。他的挺身而出让唐门日后不至于在江湖上名声扫地，毫无立足之地。他顺利地将唐家与江湖的对立缩小到只是与雷家堡势不两立，这是为唐门立下的第一大功，不仅救了唐门的人，也挽救了唐门的声誉。他在书中是一出场就很惊艳，不久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金榜第2榜良玉榜上，排名仅次于唐莲，排名第4名，但比雷无节高1个名次。他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雪月城的弟子一脸茫然，可见他之前的知名度有多低了。后来虽然名次下降了，下降到了第6名，但是依旧在良玉榜上。关于他的身份也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，他是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后拜在唐灵月门下，不出意外会是下一任唐门老太爷。就算只来1个人，也代表了唐门的意思。更何况唐泽这个名字虽然还没有名气，但黄甫爵却知道他，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如此拜在唐灵月的门下，不出意外也是下一任唐门继承人。萧瑟和洛青阳决战的时候，是新的4大守护第一次合体，只是除了青龙使雷无节、朱雀使司空千落、白虎使积雪不变之外，玄武使变成了唐门唐泽。唐灵月也真是对他委以重任。在赤王萧雨和永安王萧瑟决战的那一晚，
苏家家主苏沐雨从赤王的马车上拦下了暗河大家长苏昌河。虽然苏昌河、无双等前前后后上了5个人，但依旧打不过已经一剑入神游玄境的苏昌河。最后是唐泽以命相搏，才能让他对苏昌河近身，使用了唐门独门暗器暴雨梨花针。暴雨梨花针共27根针，饶是苏昌河武功再好，近距离使出这么多的梨花针也躲之不及。最后苏昌河死在了暴雨梨花针下，却忽然有一个黑影出现，那人伸手轻轻一弹，将那根针弹飞出去。随后左手拉着李凡松，右手抓住天女蕊，将他们一把向后掷去。可他自己却朝前贴着苏昌河而去，苏昌河一掌打在了他的胸膛上，于是他就像一朵花一样绽放了。而唐泽的经脉在苏昌河那一掌之后断了10几处，就算医治及时，1年之内也无法运功了。但是他觉得这能换苏昌河一命，值了。完成唐灵月的嘱咐，为前唐老太爷报了仇，这也算是他为唐门立下了第2大功劳了。这2大功劳，一件挽救了唐门的声誉，一件为唐老太爷报了仇。日后他要是被唐灵月指定为下一任唐老太爷，应该也服众。至于名气在天下人面前大呼自己是玄武使，挑战孤县监洛青阳，以及杀了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经此种种，他在江湖上应该不至于还是小透明了。